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你们是否发现麦当劳叔叔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呢？我记得在我的小时候，几乎在每家麦当劳的店门口都会有一把长椅，上面坐着麦当劳叔叔，并且在电视广告上也会有麦当劳叔叔的身影。但是不知不觉从什么时候开始，麦当劳叔叔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或许你并不会在意麦当劳叔叔的离开，因为对于麦当劳丰富多彩的商品来说，一个时下流量明星的代言可以分分钟秒杀吉祥物的影响力。作为全球第一快餐的吉祥物，又有多少人知道其背后的故事呢？为何麦当劳叔叔是一个小丑形象，又为何现在无故消失不见？那么本期给大家深度解读一下麦当劳叔叔背后的真实黑暗历史。注意，本期并不是恰饭视频，所以想听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和关注哦。那让我们一起回到咱们出生前的记忆。在大部分小伙伴的记忆里面，麦当劳叔叔是一个小丑形象，头顶着红色的爆炸头，鲜红的嘴巴，常常喜笑颜开。他穿着标志性的亮黄色工作服，红白条纹的衬衫，和麦当劳的颜色很匹配。那么你们一定不知道最原始的官方设定的麦当劳叔叔是怎么样子的。在1959年到1962年的华盛顿区，小丑波佐是著名的儿童电视角色，深受孩子们的喜欢，经常可以在不同的场合看到扮演他的人。当时的麦当劳为了推广就赞助了这个儿童节目。小丑波佐很会吸引儿童，每期节目里都会说要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麦当劳哦。推广期间反响热烈，一下子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麦当劳代名词。麦当劳看到小丑波佐能够成功的使孩子们将父母拖进餐厅，于是他们决定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相似的角色，于是麦当劳叔叔就这么诞生了。我相信大家对于1963年的麦当劳叔叔形象很陌生，毕竟那个时候连我妈妈都没有出生，更别提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引进麦当劳呢。当时的麦当劳小丑形象非常讨喜，他的头顶、身上都有纸板托盘，上面放着可乐和食物，小丑的鼻子上还盖着一个纸杯。其实说是说很讨喜，但是当时的初代麦当劳叔叔的形象，我觉得属实比较狰狞了。如果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大街上有这么一个小丑扮演者，估计会把小孩子吓哭的。然而在当时的广告中，他拥有着一条神奇的皮带，可以提供无尽的能量，而且在广告当中还能看得出麦当劳叔叔能够拿出取之不尽的汉堡。虽然看上去他只是个小丑，但是麦当劳公司的立场是，麦当劳叔叔是真实存在的，偶尔还会耍魔术，他只要用手指点几次就可以有新的食物出现。如果有孩子问麦当劳叔叔汉堡是哪儿来的，那么麦当劳叔叔都会回答他们，麦当劳的汉堡都是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种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为了不破坏人们对于麦当劳叔叔的幻想，任何扮演他的人都被禁止透露其服装内的真实身份，甚至禁止将服装带回家。这条规则有多么严格呢？举个例子，在2000年，一个穿着麦当劳叔叔的衣服和带着他的妆容的演员在密西根州萨吉诺市发生了一次小车祸。警方要求提供姓名的时候，该演员回答的是罗纳德·麦当劳，并拒绝提供除此之外的真实姓名，因此警察只能将其暂时拘留，并且把事发原因都归咎于麦当劳。到了1971年后，麦当劳叔叔开始加入了广告界中，于是进行了重大改头换面。这个外观基本维持了40多年，直到2014年的最近更新。但是在这期间，麦当劳叔叔也是有过几次细微的变化的，特别是在1971年到1974年间的变化最为频繁。从1971年开始，他的头发被梳理过了，他的下口袋在1974年变成了长方形，前臂上的袖子也缩短了一半长。不只是外形，麦当劳在尝到孩子们的热情后，不想局限于只是吃个快餐的地方，想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更有意思的麦当劳乐园。于是麦当劳叔叔的虚拟世界便诞生了。我相信大部分国内的小伙伴应该都不知道，这个只属于麦当劳乐园的宇宙当中，除了麦当劳叔叔之外，还有汉堡神偷、奶昔哥、汉堡警长、克鲁克船长等等，并且他们还具备各自的属性和故事，这使得麦当劳家族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具团体，就像是玩具总动员当中的角色一样，非常吸引当下的孩子们。于是在1976年，麦当劳还推出了相对应的手办，随后麦当劳就变成了一个不只是能够吃到一顿快餐的地方，更是孩子们欢笑嬉戏的乐园。相对应的玩具、小食、卡通人物，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要聚集整套玩具，麦当劳的各大餐厅也都络绎不绝。时间一转，来到了1998年，罗纳德·麦当劳的《古怪历险记》的录影带发行了。这次麦当劳叔叔穿上了连体裤，而且这个新着装又坚持了10年。他的炸薯条口袋被红色缝线缝住了，心脏处的补丁被取代为红色圆圈内带有金色拱形的 M， 衬衫上的条纹现在更加厚了。
衣服的背上现在写着罗纳德，就像是穿着一件带有红色口袋的运动衫。而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的4月，麦当劳叔叔有了全新的面貌和新装。这个全新的麦当劳叔叔应该再也没有在国内的麦当劳中出现过了。全新的小丑形象虽然在相貌上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是很明显衣服已经变成了燕尾服的红色西装了。这一代的麦当劳叔叔看上去没有了之前俏皮活泼的感觉，整体形象变得更加稳重，真正成为了一个麦当劳叔叔了。纵观麦当劳叔叔的出生到几十年的变革，他改变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吉祥物形象，而是把麦当劳变成了一个不只能在里面吃饭，而且更能吸引小朋友的聚集地。自从麦当劳叔叔出现后，麦当劳连锁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1990年代，甚至每5个小时就有新的麦当劳餐厅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开业的传说。然而好景不长，麦当劳的成功并不是全面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麦当劳叔叔同样也引发了中年危机，许多家长认为麦当劳与儿童肥胖症的增长有关。麦当劳叔叔无时无刻不在引诱天真的孩子去吃垃圾食品，严重威胁到了孩子们的健康。这难道就是麦当劳叔叔黯然离去的真正原因吗？他去了哪里了呢？他又是在什么时候突然集体消失的呢？这些问题我们留在下一集当中给大家揭晓，所以大家一定要点个关注哦。那么本期介绍麦当劳叔叔的前世今生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最后一次看到麦当劳叔叔的时间，一起交流一下，看看咱们是否存在了曼德拉效应。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那我是正正，下期更加精彩。